无知老板目光短浅，竟将价值亿万的小区以跳楼价抛售，导致损失10几亿。对方女儿得知真相，以为是我算计他们，见面就怒泼我一身咖啡。爸，那个叫叶枫的人，你有没有他的联系方式？叶枫谁呀？王长兴头也不抬地问，随后又立刻激动地喊着：涨了，又赚了100万！小丫头，看见没有？我都跟你说了，现在期货市场正是入场的好时机。这才大半个月功夫，我已经赚了2000多万，幸亏没听你的，不然又得浪费赚钱的大好机会。代售合同签订后，王长兴就把从葛清泉那拿到的5000万的预付款全部投进了期货市场里。3个星期时间，他的这笔资金已经翻了将近3倍。现在每天在家里高兴的不行。父亲的成功让王佳妮的心情更加低落，开始怀疑自己的理论是不是都错了。王长兴抬起头，见他脸色不好看，呵呵一笑道：行了，瞧你这样子，不就是判断错了吗？有什么大不了的？爸又没怪你。你刚才说的谁来着？叶枫，就是上次和葛总一起的那个人。他，我没他电话，你等下，我找葛总问问发给你。王长兴一边拿手机一边问：对了，你找他干嘛？王佳妮本想实话实说，但现在自己的判断出了错，要让父亲知道自己要去找叶枫问论文的事情，还不知道要怎么嘲笑呢。没什么，就想起来葛总说他设计能力很厉害，有点事情问他。哦，我说多大事呢？设计师满大街都是，找他干嘛？王长兴一脸不屑的道：那小子我看了，也就是个溜须拍马的货，啥都不懂。你问他可以，但别真当回事，知道吗？叶枫说了2件事，一个是未来那块地会有大发展，2是期货市场应该听王佳妮的。现在大发展完全没听说过，期货市场更是一片红火，充分证明那就是个半吊子。王长兴现在可是在心里幸灾乐祸着呢，想着葛清泉估计就是听了那小子的忽悠，才突然找自己签了代售合同。用不了多久，他就会明白那是个多大的坑。很快，他找葛清泉要来了电话号码，发给了王佳妮。去吧，心里别有什么压力，爸爸现在有钱得很，天塌下来都有爸爸帮你顶着。王长兴哈哈笑着，王佳妮低着头，正准备离开，王长兴的电话这时候响了起来。他拿起来接通，里面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王总，牛逼啊！你是不是提前得到什么消息了？什么提前得到消息？你说什么了，郑总？王长兴脸上压抑不住的喜色道：怎么，你也知道我期货市场赚钱了？什么期货市场？你还搞这个？我说的是你那块地，我刚从省里拿了批文回来，猜我看到了什么？郑总神秘兮兮的道：你那块地附近的几十亩地都批给迪士尼乐园项目了，说是迪士尼要投资数百亿，在这里打造一个全亚洲最大的游乐园。王总，你要发财了！王长兴听得愣住，迪士尼乐园，连已经走到门口的王佳妮也模模糊糊听到一些话，下意识转身看来。说真的，我就佩服王总你的眼光，实在太牛了！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迪士尼准备在那里搞项目啊？就你以前拿地的那个钱和建设成本，保守估计，现在起码能翻10几倍吧？对呀，王总啊，王总，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牛！他越说王长兴脸色越难看。你确定这消息是真的？当然确定，我亲眼看到人家拿着批文走的。而且不光是迪士尼乐园，我还听说你小区的北边国防科技大学准备建分校呢，选址已经定了，正在走批文流程，估计会比迪士尼乐园晚一点开建。手机里传来郑总拍大腿的声音：我怎么就没眼光，提前在那边买几块地囤着？不说了，我得赶紧回去，趁着还没有多少人知道，赶紧下手。这事王总你应该不会和别人说吧？先保密啊，有钱咱俩一块赚。等郑总挂断电话后，王长兴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满脸苍白。刚才他还在心里笑话葛清泉是个傻帽，听了一个半吊子的意见，还帮自己做了冤死鬼。没想到现在那块鸟不拉屎的破地方一下子成了市里最受追捧的黄金区域，市值至少涨了10几倍。现在他心中仿佛坐了过山车一般，低落的不行。王佳妮走过来问：爸，怎么了？谁给你打的电话啊？王长兴抬起头看着自己的女儿，突然就很想哭。几年前女儿苦苦劝他在那边买地建小区，因为一直没人去买房子，他心里怨气十足，所以葛清泉来谈代售，他二话不说就答应了。可是现在事实证明女儿的判断没有错，那边真的要发展起来了。王长兴的嘴唇颤抖着，过了许久，才带着浓浓的苦涩味道出声：郑总刚从省里回来，说我那个小区附近几十亩地都批给了迪士尼，马上要开建了。小区的北边还准备建国防科技大学的分校。王佳妮听得一愣，随即便明白父亲的脸色为何如此难看。迪士尼和国防科技大学的建立意味着什么，他非常清楚。可是他父亲已经把整个小区都交给了葛清泉代售。根据合同的规定来说，无论以后卖多少钱，王长兴能拿到的都只有现在这个价格的80%。王佳妮也觉得浑身无力，她看着自己的父亲，哆嗦着问：那个合同能违约吗？不能违约。王长兴哭丧着脸道：前几天葛清泉让人送了一份协议，增加了违约金数额。有多少？100亿。王佳妮身子一晃，差点没摔在地上。100亿，他立刻就可以确定葛清泉一定提前知道消息了，不然的话怎么会突然增加违约金数额？
这时候，王佳妮下意识想到了叶枫那时说的话：富贵在天，每个人的选择都是基于当时最佳的考虑，没有对错之分。当然了，我个人认为你的眼光要比王总好很多。这是叶枫那一晚的原话。当时王佳妮以为他是想借机撩自己，可是现在想来，他其实已经在暗示什么了，只不过父女俩没一个能听明白的。是他，一定是他操控的这一切，不然的话，葛清泉怎么会好端端的突然要接手一个无人问津的小区代售？王长兴突然抬手狠狠给了自己一巴掌，火辣辣的疼痛感没有让他好受多少，反而更加痛苦。期货市场上赚1个亿又怎么样？房地产损失了10几个亿啊，有几个人能轻松接受这样的结果？王佳妮咬着牙，突然一言不发的转身离去。她要去找叶枫，问清楚究竟是不是他在坑自己的父亲。在女儿离去后，王长兴失神的看着电脑，许久后，他眼里变得异常凶狠。10几个亿不算多，只要我在期货市场上再赚10倍，就能回来了。他拿出手机给某个投资顾问打去电话，咬牙切齿的道：全都给我投进去，搞大的。王总，这样会有风险的，您已经赚了不少。别废话，我说投就投。王长兴冲着手机怒吼着。万顺地产。此时的葛清泉也得到了迪士尼和国防科技大学要落实建设的消息。挂断电话后，他拍着桌子狂笑出声：都给老子打起精神！从今天开始，所有人不准放假，所有的资金全部投入到北区那几块地上面。项目部总监疑惑地问：葛总，您这是？葛清泉狂笑着道：迪士尼项目的批文已经下来了，国防科技大学分校的批文正在走流程，我们万顺地产要上天了。整个会议室在片刻的沉寂后，立刻爆发出惊天的欢呼声。项目部总监立刻恭维道：葛总，恭喜啊！这次您的身家怕是要过100亿了，以后市里的其他房产商谁不得跟您竖大拇指？葛清泉心里虽然高兴，却没有太膨胀，他摇摇头道：要被竖大拇指的不是我，而是叶先生。如果不是他的建议，我有什么本事能看清这些？规划部总监也附和道：叶先生的确令人佩服的不行，不仅预料到了迪士尼和国防科技大学的建设，还有上次对我们这几块地的规划和构思，简直就是神了。葛总，您看能不能把他拉来公司？我这个规划部总监情愿给他打下手，绝无二话。葛清泉笑了笑道：算了吧。叶先生那样的人物，怎么可能屈尊来我的公司？不过你这么一说，我倒有个想法，这样行政部给叶先生加个荣誉顾问的职务，每个月打100万进他的账户，公司其他的各项分红也都按照副总的标准来做。另外，刘总监从财务部走账，拿1500万给叶先生打一只金蝉，回头我送过去。财务部刘总监一脸心疼地问：1500万会不会太多了？咱们以后的项目建设可是个处都得用钱啊！葛清泉脸色一冷，呵斥道：哪这么多废话，让你做你就去做，目光短浅。被葛清泉训斥一番，刘总监很是有些郁闷，却不敢说什么。等会议结束后，规划部总监上前来安慰道：行了，你又不是不知道葛总的脾气，别往心里去，好好干，明年咱们的奖金绝对不是个小数字。刘总监委屈的道：我是为了公司好，现在资金那么紧张，随随便便拿几千万出去，这不是本末倒置吗？就算想拉拢谁，以后有钱了，机会多的是啊。结果话音一落，规划部总监的脸色也冷了下来。这种话你在我这说说也就算了，如果是葛总听到了，怕是你要卷铺盖滚蛋。刘总监看着这位同仁，满脸疑惑：你干嘛？我说什么了？怎么一提到那个人，你和葛总就跟吃了炸药一样？他有这么重要吗？有这么重要吗？规划部总监满脸嗤笑道：我就这么说吧，像你这样的财务部总监，不说满天下都是，起码只要钱给足，随便招。但叶先生那样的人物，却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咱们葛总是运气好，在人家还处于低谷的时候碰巧遇上了，这是天大的机缘。你和叶先生没有任何可比性。还有，以后再让我听到你质疑叶先生，别怪我翻脸不认人。规划部总监转身离去，留下刘总监满脸惊愕。他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这一个个对姓叶的仿佛对待亲爹一样。他哪里明白，叶枫已经在之前的见面中把葛清泉和规划部总监完全征服了。与此同时，叶枫也接到了王佳妮的电话。王佳妮找我谈论文的事情，我过去一趟，如果回来的晚了，你就先带诺诺回家。不久后，叶枫打车到了王佳妮所说的咖啡馆，进去后便看到坐在那面色不好的女孩。他走过去坐起道：等很久了吧？王佳妮抬起头，看着眼前的男人，忽然拿起桌子上的咖啡杯就朝叶枫泼了过去。只因被误会设计陷害对方父亲，我竟被当作泼了一顿咖啡，而我却只用了一句话，让他自愿憋屈地把咖啡从头淋到脚。等很久了吧？王佳妮抬起头看着他，忽然拿起桌子上的咖啡杯就朝他泼了过来。叶枫没想到他会这么做，来不及反应，被泼了一身。服务员连忙跑过来，看着两人，赶紧把手上的干净毛巾递过去，然后对王佳妮道：这位小姐，麻烦您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行，不然我们要报警的。你报啊，我会怕。王佳妮看也不看服务员，只盯着叶枫，咬牙切齿的道：你这个混蛋，泼你一杯咖啡都是轻的。叶枫没有动怒，把毛巾还给服务员后道：没事的，麻烦等会再来清理地面，不好意思。既然他都这样说了，服务员也不好再说什么。等他离开，叶枫才看向王佳妮，淡定的道：我不明白你这样做的原因，希望能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否则我不介意报警，让你进去冷静冷静。王佳妮一脸愤恨道：你还好意思问我为什么？你敢不承认自己不知道迪士尼项目吗？你敢不承认是你联合葛清泉一起坑我爸吗？
叶枫立刻明白过来，他叹口气道：“迪士尼项目，我的确听到一些风声，但小区代售和我无关，是葛总找你爸谈的。当然了，他确实是从我这里得到了一些消息才会这样做。但话说回来，之前吃饭的时候，我劝过你爸，让他多听听你的意见，是他自己一意孤行，谁的话也不听。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关于迪士尼的事情？”叶枫看着他，没有说话。而王佳妮在说完这句话之后，也暂时闭上了嘴巴，甚至表情显得有些不自然。从他的表情，叶枫知道对方已经明白了，便道：“我说过，每个人做的决定都是基于当时环境下的最佳考虑，没有对错。你父亲有你父亲的想法，没有人可以左右他，你不行，我更不可能。所以，我觉得你现在欠我一个道歉。”王佳妮看着他，脸色有些委屈，又有些愤慨，还有些难以言喻的自责。其实他很明白，这事压根怪不到叶枫身上，都是他爹不听劝，关别人什么事呢？但10几个亿的损失放在任何人身上都是难以接受的。见他不说话，叶枫二话不说，起身就走。他想和王佳妮搞好关系，却绝对不会牺牲自己的尊严。等一下，叶枫停住脚步，转过身来。王佳妮犹豫了下，还是坚定了心里的想法，一脸慷慨赴死的样子道：“我承认自己的举动是有些出格了，对不起，是我没有控制好情绪。你的衣服我会赔的，如果你想报警抓我，我也不做任何辩解。但我希望你能告诉我，怎么知道论文会出错的？”叶枫淡淡的道：“你这个道歉显得不够诚意，更像是为了问问题才勉强道歉的。”王佳妮听过后，想也不想的抓起对方的咖啡杯，对着自己直接泼了下去。浓浓的咖啡冒着热气，从他的脑袋一直淋下来，不管客人还是服务员都看呆了，连叶枫都满脸愕然。这个女孩性子也太烈了吧！王佳妮咬着牙问：“现在可以了吗？”这杯咖啡的温度可比刚才那杯高多了，烫得他头皮发麻。叶枫喊道：“麻烦来条毛巾。”服务员拿着毛巾走过来，满脸古怪的看着两人，心想这俩人是不是脑子有病？坐下来说吧。你说你的。叶枫也不多言，直接道：“我之所以知道你的论文出错，是因为你之前和导师探讨这方面问题的时候，凑巧被我听到了。当时我只是路过，你们都没在意，我也是见到你才想起来那事。而且关于论文，纯粹臆测，随口一说，没想到成真了。”王佳妮擦头发的动作停顿下来，满脸无意的问：“就这？”叶枫点头：“就这。”王佳妮抓紧了毛巾，强忍着冲过去踹他的冲动。搞了半天，你这些都是蒙的。但下一秒，他心里还是升起了怀疑。凑巧路过学校，凑巧听到自己和导师的谈话，又凑巧碰面了。世界上有这么多巧合吗？再说了，只听自己和导师的谈话就能判断他的论文可能出错，这也需要很高的水平吧？你很了解经济学，算是了解一些吧。前世他能白手起家，把生意做到上百亿的高度，要说不懂那肯定是假的。你说的那份欧亚文献我看了，其中有几个问题我不太明白。上面说1坤年等于2年半，约等于913天，又说了1爽等于6.4亿，爽一下是208万元，这些都是为什么？你对这些不了解很正常，毕竟这些问题对现在的你来说已经比较深奥难懂了。我也是偶然中探寻得到，记得上个时代有个名叫蔡坤的练习生，喜欢唱跳 rap 篮球。叶枫深入浅出地讲述着理论上的知识，站在他的高度讲解这些在后世被人研究个底朝天的案例，可以说手到擒来。但对王佳妮来说，却如见天人一般震撼。直到叶枫讲完，王佳妮已经看着他愣住了。这一刻，他在看叶枫的时候，感觉眼前不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男人，而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经济学巨擘。他猛然意识到，自己心里竟然对这个男人升起了崇拜之情。犹豫了下，王佳妮有些忐忑地问：“请问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在王佳妮想来，能有这番学识的，不是大学里的教授，就是金融领域的大拿。然而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叶枫却道：“我现在和老婆一起在菜市场卖水果，味道挺不错的，有机会可以去尝尝。”王佳妮愣了下，随后忽然一脸恼怒。地产老总因目光短浅卖掉黄金地亏了10几亿，心有不甘的他想拿卖地的几千万期货的翻盘，女儿百般劝阻无奈失败，结果直接赔到裤衩都没了。我现在和老婆一起在菜市场卖水果，味道挺不错的，有机会去尝尝。你不愿意说就算了，用这种话糊弄我有意思吗？叶枫愕然道：“我怎么糊弄你了？”王佳妮满脸不爽的道：“你见过凤凰去山鸡窝里下蛋，麒麟去马厩里吃草吗？”叶枫这才明白他的意思，可能刚才的理论知识让王佳妮过于高估自己，无法接受他是个菜市场卖水果的事实。那就当我是无业游民吧。还有其他问题吗？如果没有的话，我想回去洗个澡，换身衣服。王佳妮这才想起来自己泼了人家一身的咖啡，顿时有点不好意思。我忘了这事了，这样吧，我去给您买一套新衣服，就当赔偿了，行吗？叶枫摆手拒绝：“不用了，让我老婆看到穿着其他女人买的衣服回家，还不知道会怎么想呢。”听到这话，王佳妮心里稍微有点不舒服。在叶枫起身离开后，王佳妮再次想起另一件事，连忙追过去问：“我想问一下，现在的期货市场您了解吗？”你是想问你爸爸投资期货的事情吗？王佳妮没有隐瞒，点头道：“之前我觉得现在期货市场很不稳定，有资本大鳄在里面搅和，但我爸这些天已经资金翻了好几倍。你的经济学知识这么丰富，能不能帮我论证一下，到底是因为什么才会导致判断出错？”很明显，王佳妮已经不自信了，她怀疑自己从一开始就错了。叶枫也意识到，因为自己的出现，让前世这个无比自信的经济学大拿受到了不小的影响。你的判断并没有出错，依照我的了解，期货市场一定会出问题的。你爸现在盈利，是因为那些准备割韭菜的资本还没打算动手，他们要吸引更多人入场。所以你觉得期货市场肯定会崩盘？差不多吧。
大概多久？可能也就最近这几天吧。所以你最好劝你爸及时收手，立刻把手头上所有的单子全都抛出去，反正他也赚不少了，没必要太贪心。王佳妮忧心忡忡的点头，没有再问。她目送着叶枫的身影消失，然后眼神坚定的咬着牙，开始往家赶。爸，马上抛单，快！抛单？你又发什么疯？没看到我正赚着呢吗？王长兴指着电脑上的投资页面道：“你看看，从你走到现在，我又赚了50%，这可好几千万呢！现在抛单，我脑子进水了。”王佳妮看了眼电脑上的投资单，立刻惊呼出声：“你把所有的钱都投进去了？”王佳妮一下子就反应了过来，父亲应该是受了迪士尼项目落地的消息影响，想要在期货市场上大赚一笔挽回颜面。但他的行为完全违背了金融投资的正常规律。爸，你这样太危险了，既然赚了就赶紧卖啊！为什么要卖？现在形势一片大好，刚才投资顾问和我说了，国际市场上原材料紧缺，估计这2天还得继续涨，我起码持有3天以上再抛单也不迟，到时候我这1个多亿回来就是4、5亿了。对了，你这丫头是怎么了？出去一趟回来就让我抛单，又听谁忽悠了？不会是那个姓叶的吧？王佳妮急得想哭。叶先生在经济学领域的本事比我想象中大得多，就算我们学校的那些导师教授也未必有他厉害。他说了，期货市场这2天就会全线崩盘，你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可无论他怎么说，王长兴都坚决不抛。得了吧，你和那姓叶的都是半吊子，一点也不靠谱，整天在那瞎胡咧。看着父亲坚定不移的表情以及眼底深处的不屑一顾，王佳妮终于明白自己是劝不动他的。那个王小姐也太过分了，不分青红皂白就泼你。上次见面就觉得脾气很坏，可是没想到坏到这么蛮不讲理的程度。他已经道歉了，算不上什么大事。而且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过几天他家里会很惨。很惨？什么意思？他爸投资了期货，过2天就得大崩，能及时撤还可以保住盈利，不然的话恐怕要血本无归。唐仲威听得满脸诧异，下意识问：那你跟他说了吗？劝劝他爸啊。说了，但王长兴这个人很自负，应该不会听的，反而劝得越多，他就越不想跑。他和王长兴见面次数不多，但仅凭前世新闻上的记载以及上次见面，就能看穿这个人。刚换完衣服出来，手机响了起来，接通后，里面传出一个礼貌的男声：叶先生，你好，我是万顺地产业务部的，您叫我小张就可以了。是这样的，您名下的1号和6号商铺，有人想过去看看。因为您已经全委托给我们万顺地产，所以先和您打声招呼，询问一下价格方面是否有变动。没有，就按之前说的价格，你们带人去看吧。好的，打扰您了，祝您生活愉快。挂断电话后，叶枫脸上露出微笑。看样子，迪士尼项目落地的事情已经开始外传了。这时候，叶枫看到唐仲威表情不太好的走了过来。怎么了？谁的电话？是大哥。唐仲威犹豫了下，然后道：过几天菲菲从外地回来，你也知道，外婆就我妈和小姨2个闺女，她们俩关系特别好。每年菲菲从外地回来的时候，2家都要聚一聚。大哥问我明天去不去？既然他主动打电话来，肯定是希望你去的。那你怎么办？唐仲威的表情明显不太高兴，因为唐明海在电话里明确的说了，爸妈不希望叶枫参加这场家宴，只让他带着诺诺去。叶枫明白他的想法，笑着道：没事的，你和诺诺去就行了，我继续卖水果给你们挣钱花。唐仲威看着他，一脸内疚的道：都怪我没有处理好家里的事情，让你受这么多委屈。哪有什么委屈，对我来说这都是小。这个就是爱情。为了讨好我，地产老总竟送来一座半人高的纯金金蝉做礼物。葛总，您这是我给叶先生打造的一份小礼物，刚完工就趁热送了过来。趁热？葛总这是送了什么吃的来吗？葛清泉没有要解释的意思，神秘兮兮的把箱子打开，只见那是一只将近半人高的金蝉，金光璀璨的，一看就不是普通师傅的手笔。找了几个技术好的师傅，连续赶工好几天才做好的，重量是111斤，1两1分1钱。希望叶先生以后能够一帆风顺，一飞冲天，一直幸福。叶枫看得有些愣神，100多斤的金蝉，价格要差不多接近2000万左右吧，而且这礼物也太浮夸了吧。葛清泉似乎看出了什么，有些忐忑地问：叶先生是不喜欢吗？没有，就是觉得有点夸张了。叶枫哭笑不得的道：这会不会有点太破费了？一点也不破费，我还觉得少呢。要不是考虑到太占地方，我都想弄只金像过来。葛清泉嘿嘿一笑道：叶先生还不知道吧，这2天我那几块地价格暴涨，不知道多少人开着高价想求合作的，爽得不行。这次来也是想顺便问问叶先生的想法。这时候唐仲威带着诺诺走了过来，见到葛清泉来了，连忙打了声招呼。如果葛总能够让他们按照规划去建设，并且压低他们的利润，倒不是不可以合作。有他们的投资，能大幅度减少你的资金压力，也可以让新区建设的速度更快。叶先生和我想到一起去了，行，回头我找他们谈，听话的一起赚钱，不听话的直接滚蛋。到时候叶先生跟我一块吧，规划中有一些细节，我手底下那些人还没研究透，得您亲自出马才能解释得明白。叶枫露出了些许犹豫神情。我知道叶先生不爱钱，但我还是在公司给您挂了个荣誉顾问的头衔，也不多，1个月100万，年底按照副总的级别分红，算是一点小心意。唐仲威立刻露出了心动的表情，1个月100万啊！她虽然不是个物质的女人，但现实生活中缺少物质基础是不行的。叶枫也察觉到了这一点。这次的北区建设，如果他有足够的资金，完全可以抛开葛清泉单干。如此一考虑便道：既然葛总如此厚爱，那我就不推辞了。
不过这份合同的基础条款是3年期限，并且每年的金额递增30%，而我会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量给葛总一些好的建议和看法。唐仲威听得心跳加快，忐忑不已。她看着自己的丈夫，欲言又止。她真怕葛清泉听了会一怒之下甩袖子走人。然而葛清泉反而却是一脸喜色。行，只要叶先生答应，钱的事情好说。我们现在就可以回公司签合同，顺便把那些有兴趣的开发商都喊来谈下这次合作的事情。叶枫笑了声道：“葛总别太着急，这个时候你稳坐钓鱼台，该急的是别人。既然来了，一块吃个早饭，等会我老婆要出去见亲戚，那时我们再去公司也来得及。”也行，正好早上来得及，还没吃饭。这时候唐仲威才注意到客厅里多了一只金蝉，他好奇的道：“这是什么？”葛总送来的礼物，说有111斤1两重，希望咱们家一直幸福平安。唐仲威哦了声，笑着道：“那葛总还挺有心的。”叶枫从他的表情看出，唐仲威应该没想过这玩意是纯金的。吃过早饭后，几人出门上了葛清泉的那辆劳斯莱斯，宽大的座椅，豪华的内饰，让唐仲威看得羡慕不已。葛清泉回头看了眼道：“弟妹喜欢这车，这样回头我带你和叶老弟去趟劳斯莱斯的店买一辆。”唐仲威连忙摆手：“不用不用，我就是随便看看。而且这车也太贵了，就算送给我，我也不敢开。”葛清泉哈哈一笑道：“对女人来说，的确有点高调了。那回头你们自己想想要什么车，跟我说一声就行。市里这些4S 店老板我基本都认识。”这可不行，我们家要是买车，肯定自己掏钱，怎么能让葛总破费？这算什么破费？叶老弟是我的荣誉顾问，给他配台车本来就是应该的。你是他的家属，享受家属福利也不算违规。叶枫拍了拍他的手背，淡笑着道：“一点小钱不用想太多，我能带给葛总的何止100辆劳斯莱斯。”这话说得对。葛清泉大笑着，显然高兴极了。不久后，劳斯莱斯停靠在一家饭店附近。唐仲威带着诺诺下了车，却没有立刻离开，而是看着叶枫，像是要说什么。叶枫看得明白，笑着道：“放心，我不会多想的，去吧。”唐仲威点点头，向他挥手告别。微微，唐仲威转头看了眼，见小姨宋雨欣还有表妹谭菲菲朝着这边走来，唐仲威连忙迎过去。咦，菲菲？看了眼劳斯莱斯离去的方向，宋雨欣犹豫着，没有说什么，但谭菲菲却直截了当的道：“姐，我刚才看你从劳斯莱斯上下来了，那谁的车啊？”唐仲威有点心虚，他想说那是自己的丈夫，但车和叶枫又没什么关系，最后支支吾吾的，只能道是一个朋友的。朋友，你这大清早的从劳斯莱斯上下来，该不会……谭菲菲的语气明显是朝着不好的方向去的。宋雨欣连忙拉了他一下：“你怎么这么多问题？那什么，微微啊，你咋来这么早？你妈呢？他们得一会才能来吧？要不然我们先进去坐着等。”谭菲菲撅着嘴，有些不高兴的嘀咕着：“我又没说错什么，能坐还不让人说。”这话唐仲威听在耳里，自然明白她是误会了。如果现在说丈夫也在那辆车上，恐怕更没人信，反而觉得她是在心虚撒谎。宋雨欣故意转移了话题，带着唐仲威进了饭店。谭菲菲落在后面，忽然眼珠子一转，拉着诺诺低声问：“刚才车上是谁啊？”“是我爸爸。”谭菲菲听得一怔，随后表情古怪道：“你妈妈让你喊他叫爸爸？”“对呀，不喊爸爸喊什么？”诺诺小脸上尽是疑惑。谭菲菲吭哧一声，终于憋不住笑出声来。她抬头看了眼唐仲威进去的方向，不屑地撇撇嘴，眼里尽是鄙夷。就因为老婆从豪车上下来，表妹便认定她被人当情人包养，父亲更是不分青红皂白，当街就给她一巴掌。咦，过去的事情就别想了，你看你这眼圈又红了。哎，微微，你也知道，自从那年你姨父和那个小三跑了后，我就一个人带着菲菲，这么多年也算是熬过来了。我是没什么了，只要菲菲以后找个好男人嫁了就行。倒是你最近怎么样？听你妈说，诺诺生了一场大病，欠了不少钱，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就算我帮不了什么忙，最起码也该去看望一下。唐仲威不知道该怎么和他解释，当初诺诺生病的时候，和家里关系正紧张呢，哪敢再跟别人说。至于自己的日子，他自认过得还挺好的。我还行吧，最近……姐，你还在菜市场卖水果呢，生意咋样？一个月赚几万啊？菲菲，你又胡说八道什么呢？微微，你别介意，这妮子从小没人管。没事，菲菲又没说错什么，水果生意挺好的，一个月能赚不少钱。我看你这身衣服好像是大牌子啊，得不少钱吧？宋雨欣也跟着看了看道：“这衣服看起来倒挺细致的，啥牌子啊？一线品牌，说了你也没听过，我看看网上能不能搜到。”谭菲菲说着，拿出手机给唐仲威拍了一张，没多久，他便搜到了结果。我的天，3万多呢！他的惊呼声有点夸张，但也不完全是假的，部分是的确被这个价格吓到了。你看错了吧？微微怎么可能买几万块一件的衣服？在宋雨欣看来，唐仲威的衣服最贵1800块了不起了。这个外甥女的经济条件她还是知道的，不比自己强多少。旗舰店搜到的，怎么可能看错？你看是不是一样的？宋雨欣看了一眼，也立刻惊讶万分。她看向唐仲威，然后便想起来饭店门口的豪车。难道说外甥女真的？微微，你这该不会是买的什么高仿吧？我跟你说，就算仿得像，万一被看出来，还是会丢人的。谭菲菲却呵呵一笑道：“怎么可能是高仿的？就这做工，哪怕高仿，价格也得上万。姐，看来你的水果生意真挺赚钱啊，能不能也教教我啊？不但可以赚钱，还能拓展人脉，
妈，你说是不是？唐仲威自己也看出谭菲菲是故意的，心里多少有些不高兴，只是当着小姨的面不好多说，便道：我也不知道具体多少钱，都是我老公给买的。哦，你老公啊？谭菲菲故意拖着长音，显得阴阳怪气。宋雨欣立刻轻推了自己闺女一把。谭菲菲撇撇嘴，自顾自地哼着歌。好在尴尬的气氛没持续多久，宋月如和唐景松就来了。月如、景松来这么早？宋月如打着招呼。菲菲，今年回来的挺早啊。干嘛？不想让我回来这么早啊？宋月如听得一怔，这孩子跟你大姑说话还没大没小的，不理他。宋雨欣连忙打着圆场。明海呢？怎么没来？他今天公司里有事情，太忙了，等忙完再过来。等几人落座后，看到诺诺坐在椅子上，用一种怯怯的眼神偷看宋月如的时候，他不禁笑起来道：你们是不是有段时间没见面了？我看诺诺这丫头怎么都认生了开始。所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宋月如表情略显不自然，没有说话。唐仲威也没吭声。我查到了，我查到了。宋雨欣立刻呵斥道：你这丫头又发什么疯？大呼小叫的。谭菲菲嘿嘿一笑，瞄了唐仲威一眼，然后道：我知道刚才门口那辆车是谁的了，一个大富豪哦。唐仲威心里咯噔一下。宋月如好奇地问：什么车？宋雨欣连忙道：没什么，就是门口停了一辆豪车。这丫头比较好奇谁那么有钱而已。哎呀，先吃点垫肚子。菲菲，把你手机放下吃饭，这么多菜堵不住你的嘴啊。谭菲菲不高兴地撅着嘴，勉为其难地坐下了。哼，看我一会怎么把这事给你挑明了，看他们以后还会不会拿你来教育我。他的行为让唐仲威如坐针毡，别说吃饭了，连头都不敢抬。宋月如也看出了不对劲的地方，但他不好多问。吃完了饭，两家人来到饭店门口等出租车。这时候谭菲菲眼珠子一转，对诺诺笑眯眯的道：你爸爸什么时候来接你啊？诺诺摇摇头，天真的道：不知道呀。他平时也天天开车送你们出门吗？唐仲威听得心头一跳，看着谭菲菲欲言又止。谭菲菲故意装作没看到他的眼神，对着旁边的唐景松道：姨父，薇薇姐现在生活条件可以啊，天天车接车送的，看来我姐夫很能干，发大财了。唐景松听得脸都黑了，他发个屁的财，欠了一屁股账啊！不会吧？谭菲菲做出一脸惊讶的表情道：今天我明明看到姐夫开着豪车。菲菲，宋雨欣从旁边过来找了他一下道：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不是跟你说看错了吗？我哪看错了，是诺诺自己说的，管那人叫爸爸，不信你问他。你菲菲，你说什么豪车？你都看见什么了？唐景松终于察觉到了不对劲的地方，谭菲菲做出一副为难的样子，看看宋雨欣，又看看唐仲威道：算了，我还是不说了，可能真是看错了，听错了吧，当我没说。你们别听他胡说，他其实……你别说话。唐景松沉着脸看着谭菲菲，你把话说清楚。谭菲菲又看看几人，做出一副犹豫的样子，然后才叹口气道：好吧，我和妈来饭店的时候，刚好看到薇薇姐从一辆劳斯莱斯上下来，本来也没多想，结果网上搜了下车牌号才知道，那辆车是咱们这里万顺地产老总的座驾。关键是诺诺说薇薇姐让他喊那人叫爸爸，我妈可能是怕你们误会，才不让我说的。当然了，我没有别的意思啊，就是随口这么一说，可能开车的真是我姐夫。唐景松听得脸色铁青，浑身发抖，他猛地转头看向唐仲威，他说的都是真的。宋月如脸色也很难看，万顺地产的老总，宋月如没有忘记。叶枫就是从万顺地产老总那借了200万给诺诺治病，当时他还奇怪，这么大公司的老总怎么会愿意借给叶枫钱，他根本还不起啊。现在他终于明白了。宋月如突然有点头晕，身子一晃，差点摔着，还好被宋雨欣扶住了。看着站在面前脸色铁青的父亲，唐仲威脸色同样苍白，慌张的道：爸，你听我解释，那辆车……话没说完，唐景松抬手就是2巴掌。